大家好。今天呢，我趁着到广州来办事啊，现在在珠江新城。现在看来啊，已经有点不是那么新的一条街道了啊，随意的骑一下。今天气温呢23摄氏度。原本我以为今天应该也是出太阳的天气，但事实上呢，今天是阴天，而且看上去似乎要下雨的样子。但愿等一会儿不要突然下起雨来啊！我的右侧是天河第一小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天河区要举办全运会啊，就开始了开发，然后这一片农村地带呢，就慢慢的城市化。经过了40多年，现在不但呢，它已经变成了一座新城，而且应该是广州最时尚的区域了。甚至呢，把广州的中轴线啊也移到了这边。看来今天出师不利啊！我刚骑了一会儿，就开始下起雨来了。那要如何是好呢？正对着呢就是小蛮腰啊。前几天我还来过这个附近，但是我那时是去了江边啊，去到了二沙岛接近海心沙的地方。所以广州的天气啊，也是一日几变啊。昨天我出来，阳光灿烂啊，我专门从启福新村骑到了北窖，但如今呢，就隔了一天而已啊。你看啊，阴沉的天，突然就下起了雨来，完全跟天气预报啊报的不是一回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就随意的骑一下吧。现在呢，我在临江大道上骑行啊，雨势渐大，看来我的伸脑去多多雨才行。路上的行人都已经开始打伞出行了。
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江边，从这边呢骑过去啊。这边的树林比较密，暂时还没有那么容易被打湿。但是我想我的镜头前面呢，应该都是雨点了，看出去应该是一片模糊了。穿过一个隧道，上面呢就是广州大桥。刚刚开车呢就从上面经过。这边呢叫江悦路啊，我的左侧江的对面呢就是二沙岛。前几天还在二沙岛里面骑行过，所以这条路也是很漂亮的。你看啊，这个树林还是密密的，可以遮风挡雨了。上次我在什么地方跟大家也介绍过啊，就广州呢，老城区有2个地方，一个呢是荔湾啊，就西关那边，以前商贾云集，大宰林立啊，就是做生意人的地盘，所以他们的后代呢被称为西关小姐，就是养尊处优的下一代。这边呢就是东山，应该说是广州的行政中心啊，或者说以前是达官贵人云集的地方。所以呢，这边也有很多的豪宅，就都是一些有势力的人在这边居住。所以这边的2代呢就被称为东山少爷啊，就是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个西关小姐和东山少爷的区别。其实呢，都是指的是比较富裕的、有势力的、有资源的下一代。这边居然还有一个越秀区见义勇为主题园。我停下来呢，其实就是为了擦一擦镜头前面的雨水啊，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鬼用，因为一会儿功夫呢又会被打湿啊。幸好这个雨呢，虽然雨点有点大啊，但还不至于变成暴雨，所以呢，我还是继续向前骑行吧。这边的路名呢叫寺右几马路啊，寺就是庙的意思啊，所以以前老广州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庙吧。而我的左侧呢，进去以后就是一个大院，也是跟政府的机构有关啊。
当然，它也有一个宾馆，广州人都知道，叫珠江宾馆。好，现在呢，我在市右一马路上面骑行。我记得以前这边呢还是比较脏乱的啊，但现在呢看来多多少少整理的比以前干净了一些。我突然想到我的单车包必须要加个套才行。现在呢，我转到了市右新马路啊，这条相对比较大的路上来骑行。其实呢，也是一条老街啊。雨呢还在继续的下啊，但是呢我戴着帽子，而且我这个相机呢也还能够一般的防水，所以我觉得先不把它当回事吧。实在雨下大了，再到某个地方躲雨了。今天呢，原本就是趁着出来办事，所以呢到市中心啊来随意的骑一骑。原本打算呢从繁华的天河、珠江新城骑向那些越秀区，还有荔湾区的老街道啊，但现在看来呢，只能随意的骑一下啊，骑到哪算哪了。但是既然来到了东山，现在已经没有东山区了，但是东山口这个地名还在，我就想着骑到老东山口那边去重温一下以前留下很多美好记忆的地方。曾经呢，那边有好多我的好朋友，虽然现在走的一个都不剩了。现在呢，我骑过了这条大道路啊，这边呢叫宝安前街，可以看到这边还是一个以前的街区的风貌。虽然很多当年的独立的大宅呢，边上都起了很多的民居啊，被破坏了环境，但现在呢，还是希望能够慢慢的恢复一些以前的那种风貌啊。所以某些楼呢也重新做了一些装修，引进了一些服务的机构啊，所以这条街呢现在变成很多人愿意到这边来发思古之幽情。其实也没那么古了，就是愿意到这边来领略一下这个100来年以前就有的这种风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当年的豪宅门面呢也进行了重新的修复，开了一些时尚的商店等等吧。就这种环境呢，跟我小时候居住过的环境是有一些类似的。
到了这边呢，就有一条马路叫烟墩路啊，我觉得名字还是蛮好听的。这边呢名校林立。直走呢是署前路啊，但是呢，我想往左侧转进去，这条叫培正路，因为有个培正学校在这里。培正小学呢是广州一流的学校啊，培正中学也不差到哪里去。这就是培正中学。依稀还是可以看到，当年是一条非常幽静的街道。这边呢就是东山培正小学，这个学校呢很有名。可以想象啊，当年的达官贵人都在这边居住，那这样的地方的学校一定是优质的学校啊。虽然事过境迁了，但是呢，教育啊，它就是靠的是传承。有传承的学校，教育的品质一般都不会差。如果慢慢在这边逛呢，是可以看到啊，这边有很多的那种以前的私人的房子。那后来到底谁在那住呢，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你如果匆匆就这么像我骑行通过呢，也就只能看个大概而已。出了培正路，这边呢就是一条河冲，叫新河浦。那么这条路呢就叫新河浦路啊。就这个河边呢，同样延续的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私人的当年的豪宅啊，还是非常的多。那这边呢也进行了一些改造，看到这个河岸还是干净了很多。不知道是雨小了一点呢，还是这个树比较密啊，我好像没有怎么感到下雨了。这边很多的这些房子啊都有招牌，就是一些历史建筑啊，要维护，不能破坏的，不能拆掉的，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呢，又拐到东山大街，这样它是以东山命名的一条街道啊。你如果初一看呢，这里就是很老百姓的街道，确实也是如此。我呢就在这样的街道里面随便的逛逛、转转。你看啊，前面也在进行一些新的楼房的维护。眼前的这个楼一定是以前的豪宅了啊。但是就在边上呢，就是老百姓的居民的地方，开了一些水果店啊，还有花店什么之类的。好
像也见缝插针了，在这边起了一些楼房。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地方。转进来呢，就是一些市场、街市，有普通老百姓生活物资，大家这边采购的地方。所以广州老城区呢，就是像这样的，很有一些平民的味道。我也搞不清楚这地方能不能出得去啊，随意的转转吧。希望我以前住在东山的朋友啊，能够看到我的视频，重温一下往日的时光啊，一晃都是差不多40年以前的事了。当年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啊，对前途充满着幻想，对那时候的生活呢也是非常的不满足，都是一批很有闯劲、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但是现在都年逾花甲了。只希望朋友们大家生活平稳，身体呢健康，慢慢的就要安度晚年了。雨还是又下起来了，而且好像有下大的趋势。这边有条马路有意思，叫龟港大马路啊，就是乌龟的龟，龟港，可能是长得像乌龟一样的一个小山丘吧。冒着雨在这种平民的街道里面啊，随意骑行、穿行一下，我觉得倒是也是挺有味道的。这时候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就以前那种老房子，但凡只要靠近马路的呢，现在都变成了商店了，还挺热闹的啊。估计还没上班嘛。让您在秋冬也能吃到开国冬笋当季的做好吃方我们的那个也是。对面的东山百货商店啊，想当年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经常来购物的地方。啊，这个对面这条熟悉的马路啊，封路了。哦，这个雨真的下大了呀！看来我也不得不躲一下雨了。好，就在这个银行门前躲一下雨吧。
在一家银行的门前躲了会儿雨，我就看到有路人呢，没有打伞也在行走，就感觉这个雨好像又小了一些了啊。那好吧，我继续我的骑行。现在呢，我就不走回头路啊，看看能不能从前方的这条中山路啊往西骑行。出到大街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大的雨点啊，但也做不了那么多了。骑过中山路。好，现在呢，我在东山口骑过这条农林下路啊，沿着中山路一直往西骑行。这里呢，是我几十年前啊，当年跟一帮朋友经常约着玩的地方。其实几十年变化也不大啊，因为街道也就那么宽，无非就是矮的楼拆掉，建了几栋新的楼而已。但这条路上呢，还是有一些对广州市民非常重要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前方的中山医科大学，它边上的第一附属医院，还有和它对着门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应该是广州级别最高的医疗机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里就是东山，广州的行政的中心，以前的达官贵人云集的地方，所以这样的地方呢，教育医疗资源一般都比较丰富，级别也比较高。其实我今天专门是穿着外套出来的，因为开车有空调还是比较冷一点。但是呢，下车要骑行了嘛，我就特地脱了。现在呢，就只剩了一件 T 恤衫了。这个地方呢，一片混乱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医院，病人家属等等。你看这边的救护车都没有办法开出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大医院啊，现在叫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为呢，中山医科大学现在归中山大学了。从门前经过一下，有国内外的朋友啊，也可以了解一下广州或者说中国的医院门前的一种光景。而马路对面啊，还在扩建当中的这个建筑物呢，就是省人民医院，也是一家省级的大医院啊。而我的右侧呢，就是中山大学北校区，其实呢就是中山医科大学。
哦，这里的雨下得更大了，看来又得要找个地方停一下才行了。看来今天真的是不胜走运啊！到了这边呢，就有一个知名的园林，其实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啊，这么一个地方。边上呢就是烈士陵园站一个地铁站。中藥就睇嘅咩？终于找到了一个遮雨的地方。